我爸心梗进了抢救室，医生催命要手术费。我拨了23通电话，老公才接。电话那头不是医院，是锣鼓喧天的保健品大卖场。他拿着我给的20万救命钱，陪他妈抢半价长寿丸。我借遍所有人才把手术费凑上。医生说再晚10分钟人就没了。他回来第一句话是：不都就回来了吗？行，那我就停了他妈的保险，动了他的账户，把他开了3年的车当场卖掉，钱1分没给他。他说我疯了，可他不知道，这才刚开始。晚叔，你快来医院，你爸不行了。我妈的声音在电话里发抖，我正在公司会议室开会，听到这话直接站起来往外冲。妈，你别急，哪个医院？是医院，急诊这边，医生说是心脏出了问题，要马上做手术，要签字，要交钱。我什么都不懂啊，我脑子一紧。我爸这些年心脏一直不好，可一直控制的还行，谁能想到会突然发作。妈，你先别慌，我马上过去。程安呢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我挂断电话，边跑边拨周程安的号码，他没接。我又打了1遍，还是没接。第3遍、第4遍，我冲到电梯口的时候，手都在抖，电梯迟迟不上来，我干脆从安全通道往下跑。电话打到第6遍，终于通了，可电话一接通，我就愣住了。电话那头不是医院里的声音，而是乱糟糟的人声，敲锣打鼓，喇叭喊着什么开业大酬宾。程安，你快点，前面就轮到咱们了。听说前100名能半价买到，1个人限购2盒。我停在楼梯拐角，后背一下凉了。周程安，你在哪？然后是他不耐烦的声音。我在陪我妈买药呢，我要被他这话气晕了。我爸突发心梗，现在在抢救室，医生让家属签字交钱。我不是早上就把卡给你了吗？里面有20万，我让你今天别乱跑，随时待命。你现在人在哪？他压低声音，我陪我妈在临市，她昨天就看好了一个老中医馆，今天开业，前100名能买到特价养生丸。我这不是想着来都来了，顺便帮他买了再回去吗？我站在楼梯间里，气得眼前发黑。顺便，周程安，我爸在抢救，医生等着家属签字，等着交手术费。你拿着卡，拿着证件，人跑去给你妈买保健品了。他明显不高兴了。你别说的那么难听，什么保健品？那是名中医开的方子。我妈身体也不好，平时老失眠，这次排了好久才排到。再说了，医院那边不是有医生吗？我现在赶回去也得时间吧，你先去不就行了？我咬着牙，那张卡在你手里，我爸身份证复印件、社保资料也都在你车上，你现在让我怎么去？周程安顿了一下，然后理所当然地说了一句：那你先垫一下不就行了？你不是上班吗？公司里借一下，或者刷信用卡。我气得直发抖。周程安，那是我爸的救命钱，我早上亲手交给你的时候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说今天我爸复查，我心里不踏实，让你别出城，电话别关机，你答应的好好的，结果你现在带着钱，带着证件，陪你妈抢什么破药？这时婆婆把电话抢了过去。林婉叔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破药？我这也是为了自己身体着想，以后少给你们添麻烦。再说你爸这不是还在医院吗？又不是没人管了，你妈不是在哪？你赶过去不就行了？用得着冲程安发火吗？我一句废话都不想跟他说，把电话给周程安。婆婆哼了一声，给他有什么用？你就是偏心你娘家，结婚这么多年，家里大事小事哪件不是程安扛着？现在不过就是晚去一会儿，你就像天塌了一样。你爸要是真这么严重，医生早就想办法了，还能等着你？我忍不住吼了出来，你闭嘴！楼道里都回了音，我爸要是出点什么事，我跟你们没完。电话那头一下静了，下一秒周程安火了，林婉叔，你冲谁喊呢？我妈一把年纪了，你吼她干什么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去医院，我这边买完就过去，最多2个小时，你别一有事就上纲上线。他把电话挂了，我站在原地，整个人都炸了。可我知道现在不是跟他隔着电话对骂的时候，我立刻给同事发消息借钱，又给信用卡中心打电话，临时提高额度。公司楼下不好打车，我一路跑到路口才拦下一辆出租。师傅，是医院，快点！车刚开出去，我妈又打来了，她哭得已经说不成句。婉叔，医生刚才出来了，说要马上安排手术，问家属意见。我签了名字，可他们还让我去缴费，护士说再拖就危险了。我捏紧手机，妈，你听我说，先签字，先让医生做，钱我来想办法，我马上到，你别哭，手在哪儿？千万别乱。我妈连连答应，可她的声音还是发飘。我就是怕来不及。我闭上眼，忍住心里的火，不会，肯定来得及。妈，你信我。车堵在高架上，前面车流一动不动。周程安的电话打不通，我一边催司机，一边继续联系朋友。总算有人赚了我5万，又有同事答应马上再借一笔。我不停切换软件，不停发消息。车一停，我就冲进急诊。抢救室外全是人，我妈一个人缩在墙角，脸白的像纸。看见我，她立刻扑了过来。婉叔，钱交了吗？刚交了一部分，护士先让进去了，可医生刚才说还差。我扶住他，别慌，剩下的我补。爸现在怎么样？我妈眼圈红得厉害，进去快20分钟了，还没出来。要不是刚才那个小护士帮着跑了一下，咱们连流程都找不着。我正要去窗口补缴，急诊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他摘下口罩看了我一眼，你是病人女儿？是。医生脸色很严肃，家属以后要有一个能做主、能及时到位的人。病人送来时情况就不太好，像这种急症，时间非常关键，再晚10分钟，后果很难说。我腿一软，手撑住墙才站稳。我妈在旁边直接哭出了声，而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周程安，你拿着我爸的救命钱陪你妈抢药，这事没完了。
我去窗口补完费回来时，我妈还站在抢救室门口发抖。她50多岁的人了，平时连银行自助机都不太会用，今天一个人从挂号跑到缴费，又从缴费跑回手术室外，整个人已经快撑不住了。妈，先坐，我爸会没事的。他抓着我的手不放。婉叔，我刚才真的吓坏了，医生让我签字，我都没看清上面写的什么，只听见他说再不手术会有危险，我就签了。我给程安打了好多电话，他一个都没接。说到这儿，他抬头看我，小心翼翼地问他到底去哪了。我没瞒着，陪他妈去林氏买药了。我妈愣了半天没说出话。买药？这时候去买什么药？买什么长寿丸、延年丸？说是网红中医馆开业，前100名半价。我妈整个人都木了。你爸都这样了，他后面的话没说完，眼泪先掉下来了。先别说这些，等爸出来再说。嘴上这么说，可我心里已经像压了一块火炭。医生刚才那句再晚10分钟一直在我耳边响。如果同事没及时借钱给我，如果护士没有帮忙先走流程，我爸现在会怎样？我不敢想。我拿起手机继续给周成安打电话，这次他接的倒是挺快。又怎么了？我爸已经进手术室了，医生说再晚10分钟，后果难说。你现在立刻过来，把卡和证件都送来。周成安那边有风声，还夹着婆婆跟人讲价的声音。我都说了，我买完就过去，你怎么老催？再说你爸不是已经进去了吗？那就说明问题解决了。我现在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差点把手机捏碎。问题解决了，是我到处借钱，护士帮忙跑流程，医生顶着风险先给我爸上手术台，不是你解决的。他沉默了一下，语气明显不高兴。林婉叔，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冲？我不就是陪我妈出来一趟吗？你爸有病，难道我妈就不能看病了？家里老人哪个不是老人？我冷笑，你妈今天是看病吗？她是去抢特价药，我爸今天是抢救，这能一样？这时婆婆的声音又挤了进来，怎么不一样？我这也是提前防病，等真躺进医院就晚了。你爸自己的身体平时不知道保养，现在出了事就赖到别人头上，哪有这个道理？赵桂芬，你少废话。今天我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你儿子。你还讲不讲理？我们又不是故意不去。再说了，手术不都做上了吗？你闹什么闹？人还没怎么样，你就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谁欠你的？我听着他这套话，反而平静了下来。这对母子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那我就没必要再废话了。周成安，我最后说一次，把东西送来。我现在走不了，排了3个多小时，马上就轮到我妈了。你非让我这时候走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过分？你拿着我爸的救命钱陪你妈抢药，现在你跟我说我过分？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。我妈辛苦一辈子，好不容易碰上个靠谱的中医，我陪她一趟怎么了？你爸那边不是还有医生，还有你妈，还有你吗？就非得我立刻站过去才算有良心？你现在马上回来，不然我们之间到这儿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林婉叔，你拿离婚吓唬谁呢？你爸不就做个手术吗？你至于吗？我没再跟他废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我妈在旁边听了个大概，她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很低。婉叔，要不先别闹大，等你爸出来了再说，毕竟日子还得过。我看着他，突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几年他就是这样，我受了委屈，他总说忍一忍。婆婆阴阳怪气，他说老人都这样。周成安向着他妈，他说男人孝顺也正常。可忍到今天，忍出了什么？忍到我爸躺进抢救室，忍到别人拿着救命钱先顾自己的妈，这是过不去了。不是闹脾气，是他们把我爸的命当成可有可无的事。我妈红着眼没说话，走廊里静得吓人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出通讯录，找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人，许清，我大学室友，现在做律师。电话接通后，他很直接，婉叔，怎么突然找我了？我想问你个事，如果我现在想把我老公手里的钱和账户先控制住，来得及吗？发生什么了？我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。他听完，语气立刻沉下来。你先别急，我问你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那笔理财本金最开始是谁出的？我靠在墙边，盯着楼道里的白灯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我爸妈出的。结婚那年，他们怕我在婆家受委屈，把一大笔钱转给了周成安，说是放在他名下做家庭备用金，面上好看，每一笔转账记录我这里都有。那就不是没办法，你现在立刻把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、理财截图全找出来发我。还有，你婆婆是不是有一份商业医疗险，一直是你在缴费？对，保单是我办的，钱也是我每年在扣。很好，那你先别跟他们吵了，直接动手。我握着手机，第一次觉得胸口那团堵着的气终于找到出口了。我抬头看向手术室的方向，红灯还亮着，而我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周成安，我跟你没完。许清做事一向快，我把转账截图、理财账户截图、我爸妈当年发给我的聊天记录，一股脑全发了过去，连结婚那年我妈说的那句钱先放成安名下，省得婆家觉得咱们防着她，我都翻出来了。发完以后，许清直接给我回了语音，够用了，先做2件事，第一，把你能控制的扣款全停了，第二，把属于你的财产马上收回来，剩下的我帮你理顺。我没犹豫，先打开保险软件，婆婆那份高额商业医疗险是我3年前给她买的，当时她总说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，周成安又天天在我耳边念，说老人没有保障，万一出点事我们负担重。我想着都是一家人，也没计较，每年1万多，一直是我在交。现在我看着页面，手指一点，直接取消续费代扣，系统跳出确认提示，我点了确定，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。紧接着
我又联系了银行那边的熟人，理财账户上的钱虽然名义上在周成安那边，但本金来源和操作记录都能查。我先做紧急报备，该留证的留证，该申请限制的申请限制。做完这些，我整个人轻松下来了。以前我总觉得婚姻是过日子，能不撕破脸就不撕破脸，可今天我才明白，有些人你给他脸，他只会蹬鼻子上脸，你一旦心软，他就敢拿你父母的命不当回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爸还在监护室没出来，周成安却先给我发了10几条消息，前面几条还算装样子，爸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你别老跟我置气，有事回我一声。后面几条就开始露原形，我妈的保险怎么没了？理财账户你别乱动，那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停我妈保险，动我账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最好赶紧恢复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看完一条都没回，直接退出聊天框，然后回了趟家。周成安有一辆黑色 SUV， 开了3年，平时他开着去上班，出去应酬，接他妈逛街，接亲戚吃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他自己买的，可车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这是我婚前买的。当年我爸怕我上下班挤公交辛苦，拿退休金加存款给我全款买的。后来我换了辆新车，这台旧的，周成安就顺理成章的接手了。开久了，他自己都快忘了这车到底是谁的。他昨天从临市回来后，直接去了他妈那边，车停在小区地库没动。我进门时，家里静悄悄的。周成安和他妈昨晚没回来，我打开抽屉，把车辆登记证、购车发票、备用钥匙全拿出来，又把结婚前买车时的付款记录翻了出来，然后给许清发了条消息，那辆车我今天想卖，可以卖，只要证件齐全，登记在你名下，就是你的，动作快一点，别让他反应过来。我直接联系了以前认识的二手车商，对方来看车很快，检查车况，核对证件，报价，我懒得磨价格。今天能转账吗？对方看我一眼，姐你这是急出，能，手续快的话1小时内办完。我点头，那就现在办。车商也爽快，一套流程下来很利索。等我手机收到账提醒时，我看着那一串数字，胸口堵着的气总算顺了一点，不多不少，够我爸后续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营养费，也够让我彻底明白一件事，对付周成安这种人，光讲道理没用，你得让他疼。我刚从停车场出来，电话就炸了，屏幕上跳着3个字，周成安。我接起来，他那边直接吼了出来，林婉书，你把车弄哪去了？我刚下楼，车没了，是不是你开走了？我卖了。电话那头静了1秒，下一秒他彻底炸了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把车卖了。林婉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谁给你的胆子卖我的车？我纠正他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，车主是我，钱是我婚前出的，手续在我手里，我想卖就卖，你以后想出门自己想办法。那车我开了这么多年，你凭什么说卖就卖？夫妻一场，你至于做这么绝吗？我笑了，绝？你拿着我爸救命钱陪你妈抢药的时候不绝？周成安，咱俩现在比的不是谁更绝，是你有没有资格再碰我的东西。他被我堵得半天没说话，紧接着我听见赵桂芬在旁边尖着嗓子骂，这个丧门星，他就是要逼死我们母子。成安，你别跟他废话，让他把钱吐出来。很快电话又回到周成安手里，他压着怒气，车卖了多少钱？立刻转给我，我今天还有事，没车怎么出门？我直接拒绝，1分没有。车卖的钱我拿去给我爸治病了，你不是说手术做上了就行吗？那后续的钱你就更不用操心了，反正你也没打算出。电话那头传来砸东西的声音，周成安彻底破防。林婉书，我警告你，你动我账户，凭我妈保险，现在还卖我的车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真拿你没办法？我站在医院楼下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语气一点波动都没有。你当然有办法，比如继续带着你妈去排队买神药，或者来医院门口哭天抢地，你们最擅长的不就是这个吗？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我收起手机，靠在走廊的墙上。他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，保险停了，账户动了，车也卖了，他现在一定急疯了。可我一点都不怕，因为我知道他越急就越会犯蠢，而我要的就是等他犯蠢。当天下午，周成安和赵桂芬一起杀到了医院，不光是为了保险和账户，车也被卖了。他们积攒了一肚子的火，全冲着我来了。我刚从缴费窗口出来，就看见走廊尽头那对母子。周成安走在前面，脸色铁青。林婉书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停我保险，卖我儿子的车，动他的账户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逼死？我站在原地没动。你今天必须把车钱和账户全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拿着我爸救命钱去买药的时候挺客气的。他脸一下涨红了。赵桂芬见说不过我，老招使上了，他腿一软，直接往地上一坐。我不活啦，我一把年纪了，被儿媳妇当众逼成这样，我就是去看个病，怎么就成罪人了？他哭得又尖又响。走廊里本来就安静，他这一闹，旁边几个病房门都开了，有人探头看，有人站在门口小声议论。周成安站在旁边，嘴上说着妈你别这样，可手上一点都没拦。一个年纪大的阿姨皱眉看向我，姑娘，老人家都这样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看着坐在地上的赵桂芬，她眼泪挤得很快，可脸上一点愧色都没有。她哭的不是差点耽误我爸手术，她哭的是我没继续给她留面子。我往前一步，声音不大，却足够周围人都听清。各位正好都听听，我爸突发心梗抢救，我老公拿着手术费和证件陪他妈去临市买所谓长寿药，医院催命一样找家属，他电话不接，人也不回，是我到处借钱把车卖了才交齐的手术钱。现在手术刚做完，他们就跑来跟我要车钱要保险，谁家一家人会做到这种地步？4周一下静了，
刚才那个劝我的阿姨脸色讪讪的闭了嘴，有人低声说了句：“原来真是他儿子拿着救命钱跑了啊！老人命就不是命了。”赵桂芬一看风向不对，又开始变招。她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胸口喊：“我头晕，我喘不上气了，都是被他气的。程安，快扶我！你满意了？我妈要是出点什么事，你担得起吗？你妈现在喘不上气，知道着急了。那我爸躺在抢救室里，等家属签字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”他张了张嘴，一下说不出话。这时，护士从站台那边走过来，皱着眉：“病区不要大声喧哗。还有，病人家属确实一直联系不上主要联系人，情况很危险。”这句话一出，围观人的眼神彻底变了。赵桂芬还想张嘴，可我没再给她机会。现在赶紧走，我爸还在监护室里，你们不配待在这儿。赵桂芬冷哼一声，身体又不难受了，拉着周成安往外走。走到一半，他又回头冲我妈来了一句：“亲家母，你也劝劝你女儿，别一点小事就发疯，把男人逼急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”我妈这次没忍，她看了一眼监护室的门，今天差点没命的是我老伴，不是小事，你们走吧。赵桂芬没想到我妈会回嘴，就在这时候，我爸醒了，他靠在床头，气息还弱，他慢慢抬起眼，看向门口的赵桂芬和周成安，声音不大，却很清楚：“这婚必须离。”走廊里瞬间安静了，赵桂芬的脸一下变了，她大概怎么都没想到，连我爸都会当面说这句话，她还想张嘴。我直接指着门口滚出去。这一次没人再替他说话，护士也沉下脸，带着保安把人请走了。你们等着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我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他那副样子，心里反而更稳了，因为我知道他越急，就说明我掐得越准。当天晚上，我打开手机银行，开始算账。先是婆婆的商业医疗险，3年，一共扣了4万多。再往下是他去年生日，周成安刷我副卡给他买的金镯子，2万8，还有按摩椅、保健床垫、旅游团、养生馆会员卡，一项一项都不便宜。这些东西买的时候，他们嘴上说着先垫一下，一家人不分彼此。可到了今天，我爸命悬一线，他们连手术费都能拿去给自己抢药。我继续往后翻，发现更可笑的还在后面。周成安平时出去应酬，给客户送礼，请朋友吃饭，甚至帮他表弟垫过一次租房押金，走的也是我这边的卡。我越翻越觉得自己以前真是蠢。我把这些支出截图分类发给许清，他回我一句：“很好，继续收集。你现在手里拿的不只是账单，是你以后打他脸的证据。”我刚把手机放下，病房外忽然传来脚步声，抬头一看，周成安来了。他这次没带他妈，手里提着一袋水果，还真装出几分像是来探病的样子。我没起身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出来聊聊。”我看了眼病房门，就在这说。他把水果放到椅子上，脸上的火气收了不少。“婉叔，咱们别闹了，行吗？昨天今天我也知道你在气头上，可再怎么样，我们也是夫妻，你总不能因为一次事情就把家砸了吧？”我看着他没接话。我承认这次我陪我妈出去确实考虑的不周到，可我真没想过会这么严重。现在事情都过去了，人也脱险了，你何必揪着不放？我终于开口：“过去了。周成安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人没死，什么都能翻篇？”他皱眉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问题既然已经解决了，咱们就往后看。你把保险恢复，把账户解开，车的钱也拿出来，咱们该过日子还过日子。”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钱。我盯着他一句一句地说：“你不是来认错的，你是来讨价还价的。你怕没钱了，怕没车了，怕你妈以后没人替她花钱了。”周成安脸色瞬间沉下去：“你不要把话说这么难听，我也在这个家付出过，这几年家里跑前跑后的事哪件不是我在管？你爸妈平时有个头疼脑热，不也是我开车送？你现在就因为一次意外把我说的一文不值。”我笑了：“你送过他们一次医院，就可以抵你拿着救命钱跑路。你开过几次车，就能把我爸差点丢命这件事算平。”周成安，你算盘打得真响。他也急了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让我给你跪下，还是让我去给你爸磕头认错？”林婉叔，做人别太绝，你爸手术的钱说到底也不是你一个人出的，这几年家里开销我也有份。我直接把手机拿出来，点开缴费记录，看清楚，抢救费是我临时借的钱，后续费用是卖车的钱，从头到尾你没出一分。他盯着手机屏幕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可他还不死心。我那天是晚到，不是没去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把我往死里整。我收起手机，整你！要不是我爸还没恢复，我现在就该去派出所问问，拿着病人的救命钱离开本市，算不算义气？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讲夫妻情分，已经是我再给你留最后一点体面了。这句话一落，周成安眼神彻底变了，他盯着我，像第一次认识我一样。过了几秒，他才挤出一句：“你真想离婚？”对，没得商量。他咬紧后槽牙：“好，林婉叔，你别后悔，你以为你把车卖了，把账户动了就赢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没完。”我抬眼看他，当然没完，这笔账我才刚开始算。他脸色铁青，正要再说什么，病房门突然开了，我妈从里面出来了，她显然听到了后半段，脸色很白。“成安，你走吧。”国成刚睡着，经不起吵。还有这件事我们不会算了。周成安愣住了，大概没想到连一向劝和的我妈都会说这种话。行，你们一家人现在都站一边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以后有你们求我的时候。他说完转身就走，我妈站在原地半天没动。我走过去扶她，她看着我，声音有点哑：“婉叔，妈以前总让你忍，这次是妈错了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现在明白也不晚。她点了点头，眼圈一下就红了。而我看着走廊尽头
心里却越来越清楚，周承安不会认，赵桂芬更不会认，他们下一步只会闹得更大。但没关系，他们想算账，我奉陪。只是这一次，我要跟他们算的不是夫妻情分，是人命账。我以为把他们赶出医院后，至少能清静2天，结果第3天，周承安直接闹到了我公司。那天上午，我刚开完项目会，正准备回工位改方案，前台小姑娘突然急匆匆跑过来：“林姐，你老公来了，他说有急事找你。”我一愣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会议室的门就被人猛地推开了。周承安冲了进来，他头发乱着，眼睛发红，身上还穿着前2天那件外套，一看就是故意摆出一副被折磨惨了的样子。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。我领导皱起眉：“林婉书，你还有脸上班？你把我妈气进医院，凭她保险卖我的车，卷家里的钱，还装得跟没事人一样。”这一嗓子出来，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周承安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撒泼？我妈现在躺在床上，你倒好，在公司里风风光光的当领导，大家都来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公司的好员工。为了娘家，连婆婆都不管了，把老人逼出病来，还转移夫妻财产。我领导脸色已经沉下来了。等一下，你今天过来是想把事情说清楚，是吧？对，你不是会装吗？今天就在你同事面前好好装，你敢不敢把你做的事都说出来？行，那就说。我直接拿起会议室的遥控器，连上投屏。手机里那几份东西我早就准备好了。第1章，我爸的住院记录和手术时间；第2章，我当天临时借款和缴费的记录；第3章，周承安当天在林氏养生馆的消费记录，时间清清楚楚，地点清清楚楚。各位正好都在，我也省得一个个解释了。我父亲突发心梗那天，急诊催家属签字催手术费，我丈夫周承安拿着我交给他的救命钱和证件，陪他母亲去隔壁市抢所谓神药。医院联系不上他，是我临时借钱补上费用，医生才把我爸推进手术室。会议室里静得连呼吸声都听得见。我继续往下放，屏幕上跳出那家养生馆的收款记录，还有他当天刷卡买药的时间，刚好就在医院催费的那个时间段。你刚才说我逼你妈犯病，那你不如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爸在抢救的时候你在干嘛？周承安脸上的表情一下变了，他显然没想到我会当场拿证据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妈身体不好，我陪她看病有错吗？你爸最后不也就回来了吗？这话一出，我领导直接冷了脸，旁边2个同事都皱起了眉。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他的逻辑，人没死就不算是。可惜我不认。我又点开下一页，车辆登记证书，持有人写着我的名字。你刚才还说我卖了你的车，麻烦你睁大眼看看，那辆车是谁的？周承安脸都僵了。我没停。还有他的保险，保单是我办的，保费是我交的，我现在不想交了，有问题吗？周承安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，他猛地冲过来想抢我手机，你关掉，你凭什么在外人面前说这些？我后退一步，门外的保安也正好冲了进来，2个保安一左一右架住周承安，他还在挣扎，嘴里不停骂：林婉书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，你别忘了，你爸还得治病。这话一出，我脸色彻底冷了下来。你威胁我？他愣了一下，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可已经晚了。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见了。我领导直接看向保安，周承安被拖到门口，还在回头骂我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那副丑样，只觉得可笑。等人终于被拖出去，我转身对着会议室里的人鞠了一躬，抱歉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都不一样了，更多的是同情和气愤。会议结束后，我刚回工位，许清的消息就发了过来，他今天到公司，正好越失控越容易留下把柄。我感觉他快狗急跳墙了。许清只回了6个字，那你更要小心。我刚把手机放下，快递小哥就上来了，法院材料。我心里一沉，接过文件袋拆开一看，除了我的离婚起诉材料，还有周承安递来的反诉。我翻到最后几页时，手指一下停住了，上面赫然夹着一份录音整理稿，标题写着林国成自愿放弃手术录音。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冷了，我爸明明是被推进去抢救的，他们居然敢拿这种东西出来。我攥着材料，周承安，你是真不要脸了，我爸刚从鬼门关里捡回一条命，周承安就敢拿一段录音出来，说我爸自愿放弃手术。我坐在公司茶水间里，把那几页材料从头看到尾，录音整理稿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太贵了，不做了，别怪承安，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。每一句都像是我爸在给周承安开脱，甚至连那句别怪承安都写出来了。我把纸捏得发皱，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了那天的一切，我都要怀疑我爸是不是真的说过这种话。可事实是，他当时发病那么急，送到医院的时候人都快疼晕了，从急诊到进手术室根本没什么完整说话的机会，就算说了也不可能是这种条理清楚的话。妈，今天我下班晚一点，你先别让我爸看手机，也别让任何周家人接近他，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周承安递了份材料，说我爸自己不想做手术，他怎么能这样？你爸差点就没命了，他怎么还敢这样说？妈，你先别慌，录音8成有问题，我今晚回去再说。挂完电话，我直接给许清打过去，他接得很快。你看了？看了，不用信，这种时候拿出来的东西10有8、9有问题。你仔细想想，那天医院有没有监控，或者护士能不能证明你爸当时的状态？我闭上眼，把那天从头到尾过了一遍。抢救室门口有监控，缴费窗口有监控，走廊里也有，而且医生和护士都知道。当时家属一直联系不上，至于我爸本人，他那个状态，别说完整表达意愿了，连气都喘不匀。医院肯定有监控，而且他什么时候到的医院，
什么时候刷卡买药，时间线全对得上，那就好办，别被他吓住。这种录音，就算真有原件，也得看场景、时间、完整性。你今晚先回去安抚老人，明天我们去调资料。我应了一声，可电话挂断后，我还是气得手抖。周承安之前偏心、冷血，甚至闹到公司去，我都还能把他归类成又蠢又坏。可他现在搞这种东西，已经不是蠢了，是毒。下班后，我直接回了医院，病房里很安静，我爸靠在床头，脸色还是白，但精神比前2天好多了。我妈坐在旁边削苹果，看见我进门，她眼圈一下就红了。婉叔，先别在爸面前说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周承安又闹了？爸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他还不死心。你这2天别操心，先养身体。我爸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没再追问。可我妈已经憋不住了。他拉着我去了病房外，那录音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把材料拿出来给他看，他刚看2行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爸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？他那天疼得连话都说不完整，所以肯定有问题，要么是剪的，要么就是断章取义，反正不会是真的。他怎么敢？他是想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你爸，想让别人都觉得是你爸自己不做手术，跟他没关系。他一句话直接点到了点子上，对，这就是周承安的目的。他知道自己那天站不住脚，所以他现在要把黑的说成白的，只要把责任推给病人本人，他就能从拿着救命钱跑路的女婿变成被误会的好人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我正想着，病房门突然开了，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自己扶着门框站在那儿，脸色难看的厉害。录音？什么录音？老林，你怎么起来了？爸，你别动，回床上去。是不是周承安又搞什么东西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我看着他，知道瞒不住了，干脆把事情简单说了。我爸听完，气得胸口起伏，脸都涨红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做手术？我要是不做，为什么去医院？我当时都疼得快昏过去了。他居然拿这种东西来糟蹋我！你别激动，医生说了你不能生气。爸，你先冷静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他能拿出来，我们就能拆穿。我爸咬着牙，半天才挤出一句：婉叔，这种人你一天都别跟他过了。以前是我看走眼了，我还觉得他平时嘴甜，会来事，对你应该差不了。没想到关键时候，他连人都不是。爸，我知道这婚我一定离。病房里沉了几秒，还有，你别怕他，他敢拿假东西出来害我，我就敢当面跟他说清楚。我不怕，爸，你现在只管养好身体，剩下的我来。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，就守在病房里，把那份录音整理稿一遍遍看，越看越觉得问题多，语气不对，场景不对，连说话顺序都别扭。我爸平时说话带点口音，可整理稿里句子顺得像提前写好的。我看着那几页纸，忽然想到一个人，马亮，周承安的发小，以前最爱摆弄这些录音剪视频的东西。周承安还总说马亮做这些最拿手，我瞬间坐直了。如果这东西真是拼出来的，那8成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我怀疑录音不是周承安自己搞的，可能是马亮帮的忙，那就先查他们之间的联系。还有医院监控一定要尽快调，真相这东西不怕晚，但证据得抢在前面。我放下手机，抬头看向病房里熟睡的我爸，心里越来越清楚，周承安这次是想把我爸第2次送进鬼门关。第1次是拿着救命钱陪他妈跑，第2次是拿着假录音洗自己。可惜他调错人了，这次我一定把他按死。周承安敢拿假录音出来恶心我，我就敢把监控调出来，狠狠干死他。第2天一早，我先把我爸安顿好，又跟医生确认了他的情况。医生说人恢复的还行，但情绪不能大起大落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就跟许清去了医院办公室。这次我没再犹豫，能调的监控我都要调，能补的证明我都要补。我不想再跟周承安玩嘴皮子，他不是爱装吗？那我就让证据开口。医院那边一开始手续走得慢，我和许清把事情说清楚后，值班主任也皱了眉。如果真有人拿病人的抢救过程做文章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。对方已经提交了所谓病人自愿放弃手术的录音，我们现在需要核对当天家属是否在场，病人当时是否具备清晰表达能力。主任看了材料一眼，脸色都不好了。那天这个病人我有印象，送来时情况挺危险，家属一直联系不上，我们几个大夫都在催。这话一出，我心里更稳了，因为我知道周承安那套鬼话已经开始塌了。监控调出来的时候，我和许清坐在办公室里，一段一段看。第1段是急诊门口，我妈扶着我爸进去时，我爸整个人都站不稳，捂着胸口。第2段是缴费窗口和走廊，我来回跑，护士跟着找人，我妈站在门口急得直抹眼泪。第3段是手术前那段时间，我爸几乎一直是难受不舒服的状态，根本没有所谓冷静表达不想手术的场景。最关键的是，周承安从头到尾根本没在现场，直到手术开始后很久，他才拎着那几盒破药姗姗来迟，他连人都不在。那段录音他是怎么录到的？许清也笑了，所以我说这东西自己就露馅，只要法官不傻，都能看出来有问题。我没说话，继续往下翻。另一边，银行和消费记录也出来了。周承安当天在林氏药馆的消费时间，正好卡在医院催费最急的时候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除了买药那笔钱，他当天还赚了一笔5000块给马亮。你看，他买完药没多久，就给马亮赚了钱，这就对上了，一个出主意，一个做手脚。这5000块，说不定就是辛苦费。我点开和周承安以前的聊天记录，翻了半天，还真翻到一条，是他之前跟我随口提过的。马亮最会弄音频，什么杂音都能剪干净。当时我没在意，
现在看只觉得恶心，这些东西够了，再补一个医生或者护士的说明，把时间线盯死。下午我去找了那天负责接诊的护士，她一开始还有点顾虑，后来听说对方拿假录音出来，气得脸都变了。那天你爸什么状态，大家都看见了。他疼的说话都费劲，而且主要联系人一直打不通。我们还问过你妈好几次，你老公怎么还没来？我当场松了口气。等一切弄得差不多，已经快傍晚了。我和许清刚走出医院，周成安的电话就来了。我看着那3个字，直接接通。林婉淑，你今天是不是去医院了？怎么怕了？你少故弄玄虚，我只是提醒你，别以为你闹得凶就有理。录音是你爸自己说的，不是我逼他的。我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车来车往，声音一点点冷下来。周成安，监控我已经调到了，你那天什么时候在林氏刷卡买药，什么时候到医院，拍得清清楚楚，你人都不在现场，还敢说录音是你录的？电话那头一下安静了整整2秒，我都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脸色。谁说一定要我录？说不定是你爸之前自己说过。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去法庭上解释，顺便也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在买完药后给马亮赚了5000。这一次他彻底不说话了。下一秒电话被猛地挂断，我低头看着手机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他急了，越急越说明我查对了。晚上回病房时，我妈一见我就赶紧问怎么样，我把监控和时间线简单说了一遍。她听完长长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我就知道假的真不了。可我还没来得及坐下，病房门就被人推开了。赵桂芬来了，她没像上次那样带亲戚，这次就她一个人。她进门先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我妈，最后阴阳怪气的开口，听说你们今天忙得很啊，调监控找护士，动静不小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亲家公，顺便提醒你一句，你爸那天自己也说过，不想花这个冤枉钱，我们家成安不过是顺着他的意思。你胡说什么？老林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怎么没说过？年纪大的人谁不怕拖累孩子？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个无底洞，心里能不清楚吗？我还没发作，病床上的我爸先睁开了眼，他恢复的还不算太好，可眼神却很清醒。你说谁是无底洞？赵桂芬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爸醒着，可下一秒他居然还想硬撑。国成兄弟，我也是实话实说，你那天自己都够了，监控已经调出来了，周成安人根本不在现场，你们再编也编不圆。赵桂芬脸色刷的一下白了，还有那段录音是不是假的？法庭上见。你们母子俩最好现在就开始想怎么给自己找退路。他嘴唇动了动，明显有点慌了，可还是嘴硬。你少吓唬我，我儿子没错，你们娘俩就是想讹他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直接按铃叫保安。这一次赵桂芬连撒泼都没顾上，转身就走，脚步又快又乱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冷笑了一声。刚才他脸白成那样，不是心虚是什么？假录音眼看压不住了，周成安果然换招了。这次他直接给我甩了80万债务过来。法院材料送到我手里的时候，我正在病房里为我爸喝汤。你先看。我翻开第1页，还没看2行，太阳穴就开始跳。借条3张，落款时间都在婚后，借款人是周成安，金额加起来整整80万，用途写的也很像那么回事。家庭开销、房屋翻修、老人治病，每一条都故意往夫妻共同生活上扯，后面还附了转账记录，看起来像模像样。怎么这么多钱？我们什么时候花过他这些钱？我冷着脸一张张往下翻。房屋翻修，你们那套房不是结婚前就装好了吗？怎么又翻修了？我和周成安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婚前父母全款给我买的，装修也是婚前一次性搞定的，结婚后最多买过点软装，哪来的大额翻修？至于老人治病就更好笑了，他这是疯了。别急，这种债不是他拿几张借条出来就算数，关键看这些钱到底有没有真正用到你们家庭里。我盯着那几张借条，越看越觉得恶心。上面的3个出借人我都认识，一个是他发小马亮，一个是他同事孙磊，还有一个是以前跟他一起喝酒打牌的朋友王强。他连演员都不换，找的还是自己那帮狐朋狗友，这反而是好事。熟人之间走账最容易露馅。他让我把婚后的大额支出都捋一遍，房子、装修、家里添置、老人看病、旅行花销。我和我妈坐那儿翻了一下午，越翻越气，因为根本对不上。房子装修没有，所谓家庭开销没有，老人治病更没有。我爸平时小毛病医保能报的都报了，大一点的支出也是我和我妈自己拿，哪轮得到他借80万来给老人治病。傍晚时，许清那边也有了新发现，他把流水结给我看，你看这里，这几笔钱打进周成安账户后，24小时内又陆续赚回去了。我盯着屏幕，一笔20万，一笔30万，一笔30万，每一笔到账后很快就分流转出，要么转回本人，要么转给对方亲属，根本没在周成安账上停留。这哪是借钱，这是过个账，专门做给我看的。对，他以为你不懂，只看借条和转账就会怕，可惜这种假把戏经不起查。我把这些流水拿给我妈看，她看了半天，终于明白过来，所以这钱根本没真借给他，就是几个人绕一圈做出个样子。对，他们就是想让我背债，等把我吓住了再逼我在财产上让步，太黑心了。房子车子本来就是你的，他们还不够，还想讹80万。这个周成安真是一步比一步脏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响了，是周成安。我看着那个号码直接开了免提，他一开口语气居然还挺平静。材料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80万真敢写，我早说过这几年家里开销不是我一个人扛，现在既然要离婚，那就得把账算清楚，那些钱都是我为了这个家借的，你作为妻子
自然得一起还。我看着病房里的爸妈，一字一句回他，房子婚前就装好了，我爸最近才生病，你借款用途写的这么离谱，是拿我当傻子？你爱信不信，有借条，有转账，有人证，你要是不服，就去跟法官说。我听着他这副嘴脸，只觉得可笑。周成安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纸做出来了，黑的也能说成白的？林婉书，你别太狂，你现在闹成这样，已经够难看了。真撕到最后，吃亏的不一定是谁。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撤诉，把车钱和账户吐出来。债务的事我还能跟你商量。又来了，归根到底还是想逼我低头。我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你拿假录音吓不住我，现在又拿假债务来唬我。周成安，你真是黔驴技穷了。电话那头静了静，随后他咬着牙扔下一句：行，那咱们法庭见。电话挂断，病房里安静了几秒。婉书，别怕。他跳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我看着床头那一堆材料，点了点头。我不怕，我现在就怕他摔得不够狠。这几张借条，他不是在给你挖坑，是在给自己挖坟。听完这话，我心里那点火反而稳了下来，因为我知道周成安已经开始乱了。一个人越乱，招数就越脏，可招数越脏，漏洞也越多。这80万，我不但不会认，我还要让他为这几张假借条付出代价。当天晚上，周成安来了，这次他不是来谈判的，是来施压的。我刚把门打开，他就挤了进来。林婉书，你到底想闹到什么时候？80万你不认，保险你不恢复，车钱你不还，你是不是真想把这个家彻底拆了？他声音很大，一进门就扫了客厅一圈。你爸的医药费不也是花的家里钱？现在你一个人把财产全转走，还反咬我一口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我站在门口没接话，因为我知道他说这些不是讲理，是想把我妈也吓住。果然，我妈从厨房出来了，她手里还端着一碗刚熬好的汤。看见周成安站在客厅里，脸色先是一白。妈，您劝劝婉书，她现在做的这些事传出去多难听，离婚闹到法庭上对谁有好处？咱们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说？以前我妈一定会帮她劝我，一定会说算了，可这次她把汤放在桌上，看着周成安，眼圈红着，可一句都没退。你还有脸叫我妈？周成安愣了，他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硬。老林进抢救是那天，你在哪？婉书到处借钱的时候，你在哪？现在你跑到这儿来，张口闭口让他忍，你让他忍什么？忍他爸差点没命，还是忍你拿着救命钱去陪你妈买药？周成安脸色变了。妈，我那天不是故意的，他的后路不是靠忍出来的，他这些年已经够忍了，忍到今天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他爸差点死在手术室外面，换来一段假录音，换来80万假债。他一句一句说完，客厅里安静的可怕。我站在原地看着我妈，鼻子一下酸了。这些年我听她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算了，婆婆阴阳怪气，算了，周成安偏心，算了。可今天她终于不说算了。您别听婉书一面之词，以前是我这个当妈的没站稳，总劝她忍，这次不会了。这个婚婉书必须离，你现在就走，以后别再来了。周成安脸色铁青，半天才挤出一句：行，那咱们法庭上见。他摔门走了，门砰的一声响，屋里终于安静了。我走过去，蹲在我妈面前。妈，她看着我，眼圈一下红了。婉书，以前是妈错了，妈总怕你离婚了吃苦，怕别人说你，怕你以后不好过。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真正让你吃苦的不是离婚，是继续跟那样的人耗着。我鼻子一酸，直接抱住了他。他拍了拍我的背，动作还是和从前一样轻，可说出来的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后妈站你这边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。开庭那天，周成安穿了套新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领奖的。赵桂芬也来了，坐在后面，脸拉得很长，时不时往我这边弯一眼。我没理，我只看证据。这场庭我等很久了。开庭后，周成安那边还是老一套，先装可怜，再倒打一耙。他的律师张口就是我方当事人在婚姻中尽心尽力，反倒是女方情绪极端，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拒绝沟通。我坐在原地听得想笑。什么叫老人就医问题？说的好像赵桂芬那天是去急救一样。我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，我去陪我妈也是因为老人身体一直不好。至于录音是岳父自己说的，我只是尊重他的意思。我看着他，真佩服他这张嘴，都到这一步了还能睁眼说瞎话。轮到我们这边时，许清站了起来，他没绕弯，直接按顺序上证据。第一份，医院当天监控截图，我爸被送进急诊时的状态清清楚楚。第二份，抢救时间线催费记录，我临时借款和缴费记录。第三份，周成安当天在林氏养生馆的刷卡记录，时间正卡在医院最着急的时候。第四份，医院监控显示，他直到手术开始很久后才到医院。许清把这些一条条说完，法庭里已经安静的不行了。周成安脸上的得意也一点点没了。许清继续，对方提交所谓病人自愿放弃手术的录音，但从监控可见，被告当时根本不在现场，无法形成该录音。同时，病人当时处于急性发病状态，不具备如此完整、清晰、连续表达的条件。他又拿出了护士说明和医生情况说明，直接把那份录音按死。随后，他把话锋一转，至于所谓80万夫妻共同债务，我方已查明，这些款项在进入周成安账户后，24小时内陆续回流至出借人本人或亲属账户，并未真正用于家庭共同生活。流水一放出来，法官眉头当场皱了起来，对方律师脸色也变了。那是
那是我后来又分批还了，你还的速度倒是快，钱刚到账没多久就原路回去，连家里门槛都没进。法庭里有人没忍住，低低笑了一声。法官敲了下桌子，肃静。可谁都看得出来，局势已经彻底翻了。最关键的一刀是我爸出庭作证，他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但坚持来了。他走进来的那一刻，周承安明显慌了。我爸坐下后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那天我疼得厉害，进医院时连喘气都难。我从没说过不做手术，更没说过让别人别怪周承安。我去医院是想活，不是想死。这几句话一出来，赵桂芬在后排都坐不住了，她张了张嘴，像还想狡辩。可法官已经看向周承安，你对伪造录音、伪造债务还有什么要解释的？周承安脸白得厉害，额头都出汗了，他张了几次嘴，最后也只挤出一句：我没有伪造。法官声音明显沉了，证据已经很清楚了，你方如继续坚持虚假主张，后果自负。这一下周承安彻底蔫了，整个人像被抽了筋，坐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休庭半小时后重新开庭，法官当庭宣判，准予离婚，确认房屋车辆处置款相关理财本金归我个人所有，驳回周承安关于所谓共同债务和财产分割的大部分请求，同时对其伪造证据、恶意主张的行为予以训诫。结果一出来，赵桂芬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这不公平，我儿子不能白白吃这个亏。法警当场制止，周承安则像丢了魂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我站在法庭里，看着他那副样子，只觉得轻松，不是痛快，是轻松。压了我这么久的东西终于落地了。走出法院时，太阳很大，我妈扶着我爸，眼圈红红的，却一直在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一次彻底结束了。判决生效后，我直接申请强制执行。法院动作很快，没多久他工资卡就被冻结了，那笔钱被直接划到了我账户上。通知短信弹出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医院陪我爸复查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把屏幕递给我妈，她看完愣了2秒，然后眼圈就红了。真的拿回来了，拿回来了。我收起手机，声音很轻，1分不少。我爸坐在旁边，慢慢吐出一口气，这种人就该让他疼。医生复查完后说，我爸恢复的不错，后续按时吃药，少生气，多休息，问题不大。听到这话，我和我妈都松了口气。走出医院时，阳光正好，我爸腿脚还没完全利索，走得慢，我和我妈一左一右扶着他。楼下花坛边有几个老人坐着晒太阳，有人笑着问我爸，老林今天气色不错啊，托女儿的福。这句话不重，可我听见后鼻子还是酸了一下。以前我总觉得婚姻不能轻易散，哪怕委屈点也得顾全大局，可现在我才明白，有些大局本来就是错的，为了那点所谓体面，让自己和父母受委屈，罪不值。回家路上，我妈突然问我，婉叔，你后悔吗？我想了想，然后摇头，不后悔离婚，我只后悔醒得太晚。车窗外的风吹进来，不大，很轻，可人一下就松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把家里最后一点和周承安有关的东西全收了出来，旧照片扔了，他落下的衣服打包扔门口，没用的东西没必要留。第二天一早，物业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来取东西，我知道是谁，但我没下楼，我只让物业转一句话，以后别再来了。没过多久，周承安发来一条很长的消息，前半段还在骂，后半段又开始装可怜，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，说到底夫妻一场，没必要赶尽杀绝。我看完直接删了，1秒都没犹豫。有些人不是糊涂，是坏，坏到拿别人的命不当命，坏到东窗事发了，还想用旧情给自己找台阶。可惜我不会再给了。几天后，我陪我妈去超市买菜，她挑菜的时候居然还会问我晚上想吃什么。我看着她，突然觉得这样就很好，没有吵闹，没有算计，没有人拿一家人3个字来绑架我们。回家的电梯里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脸色比前阵子好多了，人也轻了，不是瘦是轻，像终于把一块压了很久的东西从身上摘下来了。电梯门开时，我妈拎着菜冲我笑了一下。回家，我点点头，回家，这一次是真的回家了。